Hello， 大家好。这几天不知道我是不是戳到了油管的基点啊？最近老是给我推同一个交易策略的视频啊，叫 One Candle 啊，就一根 K 的日内突破策略啊，就一根 K 线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指标啊，很简单。然后每天的交易时段呢，也不会超过1个小时啊。我刷了几个视频的片段啊，也看了博主给的结果啊，说这个策略呢，它胜率稳定，战绩诱人啊，尤其是在特定的几个时间段里啊，表现惊人啊。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严谨的量化交易者，要永远记住一句话，就是别人的结果仅仅只是个参考，我们必须做自己的客观研究。所以我今天就抽了这个花币哥啊，这大花币啊，这个花币哥一个播放量比较高的啊，挺高的一个视频啊，并且它的这个交易逻辑非常清晰的一个视频啊，进行复刻啊，带着大家一行一行的代码去亲自验证一下这些个网红策略啊，到底是不是具备正向的期望啊。而且我看很多的这个视频吧啊，很多都是主观交易后的结果啊，所以注定了他们这个交易笔数不会太多啊，样本量太少呢，这是很不利于我们对于策略建立信心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复刻下来啊，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去测试啊，拿到更多的样本，更多的客观数据。好，接下来我们就先花2分钟时间啊，看一下这个策略的原始逻辑啊，然后再写具体的这个代码实现啊。想自己动手试一遍的，不只是想当个看客的同学啊，可以行动起来啊，因为你看再多遍的话，你真不如自己动手写一遍啊。那么这个原视频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如果不想花那个时间啊，那么就仔细听我给你梳理拆解就够了啊，因为原视频广告有点多啊，但是还是要感谢花币哥的分享。还有就是今天这个策略我就不放在公开的网盘了啊，因为代码不会很多啊，估计顶多也就400行啊。那么想测试的可以自己跟着写一下就行了啊。那么频道中其他的策略啊，尤其是一些稍显复杂的啊，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开的网盘啊，都是可以自行下载的啊。好，那么这个策略它从每天的跨天的一个挂机开始啊，然后到最终斩获利润啊，一共会经历3个部分和5个状态啊。哪3个部分啊？分别是一根 K 线告诉你交易的区间、交易的方向、交易的进出场价位啊，这是3个部分啊。那么5个状态啊，也是5个阶段啊。阶段1啊，那么首先每天日 K 的一根新 K 线诞生时，策略是处于完全静默的状态啊，就是像鳄鱼一样潜伏。那么直到这个时间走到美东时间的9点35啊，也就是美国市场的开盘时间附近的时候，此时我们等待开盘的第1根5分 K 正式走完，它的高低点正式确立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判断啊。那么为什么要定在开盘前的这5分钟呢？因为全美啊积压了一整夜的这个几十亿的对冲订单啊，对冲基金订单会在开盘的这一瞬间集中的撮合匹配啊，所以这5分钟走出来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就是今天多空博弈的第1道钢铁防线。这是我们阶段1和阶段2。阶段3，等我们关键的这个根据5分钟这根 K 线，我们可以确定关键的这个高低价位啊，这个关键的价位确定之后，我们直接把周期从5分钟切换到1分钟图表啊，因为我们是要在1分钟这个时间级别上去等待主力露出真正的动作啊。那比方说，这是我们今天开盘时间的第1个5分 K 啊，那么我们这里看到之后，我们把它切换到1分 K 啊。如果我们在1分 K 的图表上看到有 K 线啊，有 K 线跌破了这个5分 K 的前低啊，此时我们是直接追吗？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不能冲动啊。我们必须等它在1分钟级别上形成一个完美的 FVG 啊，公允价值差额支撑区，再做判断啊。也就是说，连续3根 K 线的 M1 的蜡烛图中，第1根 K 线和第3根 K 线，它们的引线之间是没有重叠的啊，就是引线啊，不看第2根 K 啊，就看这2个 K 线之间的引线的关键点之间是没有重叠的啊，也就是中间留出了一段真空地带啊。那么这就是策略要找的 FVG 啊。那么这个形态它本身在盘面上是随处可见的啊，并不具备很强的这个参考意义啊。但是如果它恰好出现在跌破刚才5分 K 核心前低的这一关键价位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强烈的暗示，这就意味着空头的砸盘
比较大啊，它是大单，并且极其的暴利啊。那么在这个急跌的区间里，甚至你找不到一个多头的买家啊，它是直接砸出了一个价格的真空带啊。那么只有这种伴随着失衡缺口啊，跌破关键支撑的突破，才叫主力的真突破啊。那么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多空方向今天就已经锁死在了空头啊，这就是确定我们一整天的一个交易方向。再接下来就来到我们阶段4啊，那么主力极其暴力的这种下砸啊，这种跌破关键价位的这种行为，势必会导致短线的这些追空资金啊，会有获利了结啊。那么这个价格它就像拉满了这个橡皮筋一样，就会开始向上反弹啊。那么这个在聪明钱理论里叫做这个回补市场的无效定价啊。那么这个策略同样的，它不会在低位去盲目的追空啊，而是死死的盯着价格，等它反弹回刚才的这个 FVG 啊，这个黄金的做空区域啊。当那些盲目追空的人顶不住反弹，忍痛割肉的时候，那么恰恰好是策略子弹上膛的时刻啊。这是市场赠予的一个礼物啊，是一个以更优价格入场的第2次机会啊。这是作者华比哥的原话，我就是现学一下。哈哈，这个市场对俺还怪好嘞。这是阶段4啊，我们等待市场的拉回。最后是我们的阶段5啊，我们等待市场反弹踩进这个做空区域啊，这个 FVG 做空区域之后呢，我们还是不能进场的啊，因为万一它这个反弹啊，导致我们这个做空的主力它放弃抵抗啊，那么可能这个反弹会变成反转啊，那么这个区域就没有意义了，它变成一个无底洞啊，所以我们必须等待这个右侧的信号啊，右侧出现什么信号呢？就是一个反转的吞没阴 K 啊，那么就是在我们 FVG 的内部啊，当我们这个刚刚收盘的这个 M1 的阴线实体完美的盖住了前一根反弹阳线的实体，并且还是高开低走啊，跌得一气呵成时，说明主力的防守资金啊，在关键价位啊正式宣战啊，它属于一波流的就把这个反弹的多头全部吃掉啊。那么这个时候策略就要跟随着主力一枪打进去啊，直接开仓做空。至于止损和止盈呢，也很简单啊。那么止损的话就是设定在这个吞没形态的最高点啊，那么止盈的话就是按照固定的盈亏比啊3:1啊。那么可以看到这种止损的话，它的止损空间是很小的啊，所以它这里的3:1盈亏比呢，也不是那么难达到啊。那么只要这种形态的胜率有26%啊，那么长期下来配合3:1的一个盈亏比，那么它就是一个稳定的正向期望啊。那么原作者他是说胜率能达到70.59%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写完代码自己去验证一下就知道了。好，那么进场之后呢，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止损和止盈都扔给券商。那么持仓的过程没有移动止损，也没有评价保护啊，就是头铁啊，要么你就让我亏啊，要么你就给我赚3倍啊，反正就头铁啊。那么一天的时间里也仅做这一单啊。那么做完之后呢，今天一整天都不再交易啊。所以原作者说，你最多的交易时间不会超过1个小时啊。好，那么交易逻辑理顺之后，那么老规矩啊，代码环节呢，我尽量少比啊，我们速度搞快啊。打开我们的 MT5 代码编辑器啊，看一看怎么实现的。好，那么点击这里的新建文件啊，我们随便给它取一个名字，我们就叫做就一根 K 啊。然后下一步完成，然后按照我个人的习惯，把这些所有的都给它删掉，因为我喜欢自己去写这些结构啊，这样会比较的清爽。好，这里是做了一些版权类的声明啊，对于策略的逻辑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你们都可以不写。好，然后这一大堆呢，这块是引入官方的一个做交易的标准库啊，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EA 的一个输入的参数啊，它主要其实就是一个定的这个时间啊，定的这个时区的一个时间啊，这是一个盈亏比啊，这里是做单的一个手速啊，因为这个策略就是很简单，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决定性的参数啊，在这里啊，包括这里的这个星期过滤都是我自己给它加上去的啊，原作者是没有这个过滤星期的一个逻辑的，但是我觉得加上是比较好的，因为这种针对于时间的策略来说，很多时候它有不同的这个星期的适应程度啊，尤其是这个策略它做的还是这个股指啊。好，然后这一块就是声明了一些全局变量啊，这里的话是把用户输入的这个时间点给它转换成对应的一个秒数啊，这样我们比较好计算啊。然后这里的状态码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交易逻辑的那5个阶段啊，对应的就是这5个状态码啊。好，这里就是一些时间啊，包括区间的顶底点位的这些
关键的一些属性啊，属性变量啊，这个待会儿我们看具体的函数代码，在函数代码里面去理解啊，因为光在这里讲的话可能有点不够直观啊。好，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是声明了一些前置的函数啊，这里只做声明，没有函数体啊，因为函数体需要在我们后续进行补充啊，所以从这个语法上来说，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不要啊，你们不写也可以啊，但是因为我这里是要给大家做这种源码上的讲解啊，所以我这里提前做一个声明，我待会儿在调用的时候就会让我更方便一些啊。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 oninit 初始化函数啊，也就是 EA 挂在到图表的时候，它第一时间会调用的一个交易逻辑啊，它只会被调用一次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啊，比如说这里的绑定魔术号啊，绑定这个 magic number 啊，还有这里的把用户输入的这个开始时间的时和分钟给它转换成具体的秒数啊，这里是开始时间，这里是结束时间啊。如果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直接给它返回一个 success， 返回成功啊。但更严谨的情况是，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就是判断这里的这个时间究竟会不会超过1天啊。但是我这里为了方便，为了简单去偷懒啊，直接就让它返回成功了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onTicket 啊，是的，我们一上来啊就把这个 onTicket 给它写完了啊，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它其实主要起的就是一个调用啊，它相当于是一个中央的控制总线啊。那么每一根 K 线它刚刚收盘的时候，它就会依次的去调用我们这里封装好的各个功能模块，所以我们这里其实就是只管调用啊。至于说谁该运行，谁该跳过啊，它都由各个模块内部啊，根据当前的这个状态码去决定啊，自主的决定啊，互不干扰啊。这样的话，我们代码也比较的清爽啊。我们大体看一下啊。那么首先这里的 is new bar 呢，不用多说啊，我们这频道中多次讲过的，就是当你这个策略你盘中的 ticket 不需要的话，那么就使用这个方法去过滤掉这些盘中的 ticket 啊，就是只让我们的交易逻辑产生在每根 K 线的开盘价去进行判断啊。然后进入之后呢，第一步就是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星期啊。星期的角对，具体我们待会儿看一下逻辑啊。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还是检查当前的一个状态啊，如果是这个 finish 的，那么我们就直接让它跳出去啊，直接使用这个 return 跳出去，不要执行后面的逻辑啊。然后第三个的话，时间管理大师啊，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是16点30到16点35这5分钟的，我们才会去统计它的这个高低点啊。那么这个时间它对应的是美东时间的美国市场的一个开盘时间啊。那么大家可能会记得我刚才说过，美东时间开盘时间是9点30啊，我们统计的是9点30到9点35啊，这是这个策略它最原始所想要界定这个交易区间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很多这个外汇平台它是不按照这个美东时区来进行这个画这个 K 线的啊，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外汇时区可能是在16点30啊，所以我这里就是默认写成16点30啊。但是如果你的时区跟这个美东的时区换算过来不是16点30的话，那么你可能要自己做一个换算啊。那么具体怎么换算？如果你换算不明白啊，那么很好，现在 AI 很方便，你可以把你做的这个平台的时区是 UTC 还是 GMT， 是 UTC+2 还是 UTC+3、UTC+4， 你把这个信息告诉给 AI， 然后让它帮你换算这个美东时间的9点30对应到你的这个交易平台究竟是几点。这就确定了你这里的 start hour 和 start minute 该填多少啊。至于这个 N 的话，那就很简单，就是这里的时间加5分钟而已啊。如果说你不知道你这个交易平台的这个时区是 UTC 加几还是说 GMT 加几，那么你就问客服啊。你问我的话，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使用的这个平台，它对应过来的9点半，对应过来这个外汇平台它是16点半啊。好，这里确定了高低点之后呢，这就是获取这个 K 线啊 K 线，然后主要就是这3个步骤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抓突破啊，也就是看这个 FVG 的状态有没有产生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看回踩啊，行情有没有回踩我们的 FVG 形态啊。那么第3就是 FVG 形态里面有没有出现这个吞没的 K 线啊。反正就这几个步骤啊，总体的逻辑啊，大体来说逻辑就是这些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具体的函数是如何实现的。好，这里就是判断是否是新 K 啊，这个函数我应该不用过多的讲解啊，因为我们频道已经多次讲过了啊。它总体逻辑就是记录一下当前的这个 K 线的时间与上一次 K 线的时间有没有差异啊？如果有差异的话，就代表它是一个新 K 产生，然后我们返回出就可以了啊。这就是 is new bar 的一个判断啊。好，接下来是我们日线跨天检查与星期过滤区的一个校对啊。好，大家看这里啊，那么每当这个半夜这个0点的时候，我们图表刷新出新的一天的时候啊，那么这里的这个函数就会被激活啊，它会重新帮我们计算好今天这个美东时间的9点半对应的这个券商
所对应的这个时间戳是多少啊？包括这里还加入了一个这个星期的过滤器啊。那么如果说你比如说今天星期五你不想做单，那么就是把这里的这个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参数这里写的这个参数把它一关啊，那么把它一关的话，我们这个函数里面就会直接把这个状态拨到这个 finish 状态啊，就是今天一整天都不允许交易啊。这里它就是确定新的一天的一个时间戳啊，以及新的一天究竟允不允许交易啊。但这里我们需要把这里的星期过滤器这个函数给它补充一下。好，这里就是获取当前的时间啊，然后通过当前时间这个 MQL datetime 这个结构，就可以得到我们当前的这一天是星期几啊，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返回对应的这个可交易的一个状态啊。对，好，这里是我们的阶段1，然后阶段2没有函数，阶段3的话是构建我们的开盘的这5分钟区间的一个高低点啊，这个就写这儿了。好啊，那么这就是这个绘制高低点的一个函数啊。到了下午，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是6点35分啊，也就是美股开盘的第一根5分钟 K 线正式走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函数它就开始干活了啊，它会精确的回找巡回在1分钟图表上啊刚才走过的5根这个 M1 蜡烛啊，把它们的这个最高点和最低点给它勾出来啊。那么这里的高低点，它就是确定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一个战场的一个边界啊。好，那么确定好之后，我们看一下，然后是这3个部分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看这个 FEG 啊，因为这个策略逻辑它是这么说的啊，就是散户嘛，他通常看到这种价格的高低点、关键价位啊被突破的时候，他会很激动的、积极的进场啊。但是这个策略呢，它是要等待这个市场的主力在盘面上留下真正的足迹啊，他认为真正的足迹就是这个 FVG 啊，公允价值差额这个失衡区啊，这是这个策略必须要出现的一个信号啊。那么具体怎么样的形态才能算一个 FVG 啊？那么就是刚刚收盘的这个 K 线1的最低价，最低价必须大于 K 线3的最高价啊，然后它中间留下一段没有被任何人踩过的一个价格断层啊，并且这根 K 线1它的收盘价必须强势站在了我们刚才计算出的这个最高点之上啊，那么它才满足这2个条件，它才说明这个大资金确实向上真的突破了啊。我们就记录这个真空区间的一个上沿和下沿，因为待会我们判断这个判断那个叫什么通过形态的时候还要用到啊。这里包括我们这里状态机制也给它推到这个 signal 啊。空头的话就是刚才这所有的条件倒置一下就出来了啊。总之这里就是寻找 FEG 的一个突破状态啊。好，这里就是一个回踩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原策略的逻辑是，这个大资金拉升之后啊，那这个市场呢，它永远都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啊。由于这个获利盘回吐，所以这个橡皮筋它一定会往回弹啊。所以这个函数呢，它就是在专门等这个回弹啊。那么我们以做多为例啊，我们就是要亲眼看到这个 K 线1的最低价重新跌破了刚才那个 FEG 真空区的上边缘啊，那么就证明踩进去了啊。这就是原作者说的这个市场主力送给我们的打折的低价上车机会啊。那么一旦踩入的话，我们这里的状态机制又会推到这个中级的一个准备状态啊。此时的话还是不能下单的啊，这里只是证明出现了 FEG， 并且 FEG 内部有回踩的情况出现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进场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它回踩之后，我们不能直接去接飞刀啊，因为它可能不是回踩啊，它可能是反转啊，所以我们要等待这个反转的吞没 K 线出现啊。我们看这里的这个逻辑啊，我们刚刚收盘这个 K 线1的阳线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实体大小必须大于前面那根 K 线的实体大小啊，这就证明这个这空头嘛，空头对应的这个多头的一个反扑的动能彻底盖过了前一根空头啊。那么总之就是最近的这根 K 线的这个动能啊，它的这个振幅要比前面一根 K 线来得大啊，这就证明它有这种多空啊确实开战的一个信号啊。那么除了满足这个条件之外，还要满足的
比如说啊，这个 K 线1的这个开盘价还要低于或等于 K 线2的一个开盘价啊，这就是在视觉上形成一个完美的这个实体的一个覆盖啊。那么只要这个形态出现啊，它出现在 FVG 里面啊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去调用这个下单函数啊，就是把订单发进去啊。发进去的同时，我们还要把这里的具体的止损点位给发进去啊，因为这个止损点位是通过这个吞没 K 线的最老的那根 K 线，吞没 K 线不是2根 K 线吗？最前面那根 K 线的一个最低点啊进行确认啊，这是针对于做多啊。那么做空的话，就是最前面那根 K 线的最高点进行确认啊，这个需要单独传进去的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具体的一个执行啊，执行的话就没什么好说啊，这里是进场价位，这里是根据用户填的这个目标盈亏比而推算出来的这个止盈价位啊。那么怎么推算出来呢？就是这个进场点位减去我们刚才这里说的这个传入的对应的这个止损点位，就得到我们止损区间啊。然后通过这个止损区间乘以具体的盈亏比，就得到我们目标的一个盈亏的想要的一个点数。然后使用这个进场价加上这个想要的点数，就得到我们的目标点位啊。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字符的一个规范化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开仓啊，使用这个 position open， 直接把当前品种、方向，然后手数啊、进场价位、止损价位、止盈价位，包括订单备注直接传进去啊。到此为止啊，我们所有的代码都已经写完了啊，我们编一下，应该是不会出错的啊。有一个错误啊，为什么有一个错误呢？重新编一下啊 ，OK 了啊。刚才不知道从哪里粘贴过来一个东西啊 ，OK， 只要这里零 errors 零 warnings 啊，就代表我们这个策略是代码是 OK 的啊，我们编一下。好，那么编译没有问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测试一下啊。那么我看原作者在视频中举了几个例子啊，他都是举的纳斯达克指数的2025年8月份的行情啊，所以我们这里就也用纳斯达克来进行测试啊，而且我们这里也用8月份的数据来进行测试，2025年8月份啊，8月是有31啊。好，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初步测试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参数的话就这样啊，现在没有做任何的信息过滤啊。好，很快就测试完了，因为只有一个月的时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还不错啊。然后总共是20笔交易啊，胜率是40%啊。这里是严格按照3:1的盈亏比执行啊，所以配合40%的这个胜率的话，那么最终账户的净值肯定它是上涨的啊。包括我们看这里的这个盈利因子和采收率啊，也完全符合一个优秀的量化策略的一个标准啊。这里的 profit factor 能达到4.15，它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这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个样本量真的太少了啊，20笔交易啊，统计的这个结果执行度真的是根本不够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拉长这个时间线啊，拉长这个时间线去做更大样本的一个回测啊，看看策略如果面对更多的且更复杂的行情，那么它这样的结果是否还能够保持住啊？好，我们扩大一下这个时间线，我们就用2018年到2026年至今的一个数据来进行测试啊。好，继续等，我们不用改，我们直接开始。很好啊，很好。那么总有人问啊，我们应该怎么评估一个策略？评估一个策略的稳定性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增加样本量啊，就是拉长时间增加样本量啊。这是这个策略啊，它能否具备稳定性的第一关啊，也是最基础的这一关啊。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啊，那么后续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robustness test 啊，所有这些稳健性测试啊，都没有做的必要了啊。你像今天这个策略，它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它根本就经受不了这第一关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其余的这些测试我们也就无从谈起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啊。当然，如果你对于测试环节感兴趣了，可以看一下我其他一些视频啊，有一些策略它是经得起这种考验的啊。包括我也分享过很详细的一个测试环节啊，测试步骤啊。另外这个策略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能够看出来，就是它这个交易的时间级别真的太小了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判断逻辑啊，都是围绕的1分K 啊。那么说实话，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就是这种趋势性又好、波动性又强的标的啊，你回测能走成这个样子，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啊。那么我觉得主要还是它这里的这个时间级别啊，真的太小了。你周期太小的话，你噪声太多了啊。就好比说，你是在一个震耳欲聋的酒吧里啊，你想听清楚对面人在说什么了，他和你在一个安静的图书馆听对方说的是什么啊，这个容易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当然这个后续我是打算专门出一个视频啊，我会详细统计一下，比如说10万只策略的数据啊，告诉大家这个时间级别它与我们这个交易的困难程度啊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啊。当然这个数据量比较大啊，它需要准备很长的时间啊。
那么感兴趣的可以先点个关注啊，那么后续更新的话，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推送啊。好，那么这个 One Candle 这个一根 K 的策略，那么反正就这个结果啊，那么就这吧，拜拜。